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拥有世界节点的一个科学上网路由。那么它是一个永久免费的一个版本，拥有世界140多个国家的一个世界节点。我们可以用它来穿越我们任何的一个国家，并且使用它们的一个节点。那么本期的话，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款产品，它们的名字叫做 Deeper Connect。那么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款产品有哪些与众不同的一些功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个 Deeper Connect 的 Air 的一个产品。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外观。当我们拿到产品之后，我们会收到一个盒子，我们把它打开，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使用说明，我们可以扫码进行一个查看。上面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这款产品。那么它是一个 Type C 转 Type A 的一个转接头。我们拿出来本体之后，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的简约且小巧。铝合金 CNC 一体成型的外壳，手感超级好。那么正面的话依然是我们熟悉的 logo，那指示灯呢连接之后会变成蓝色。那么背后也有雷雕的一个名牌跟它的 IP 地址。那这次的话，两侧自带了2根 WiFi 的天线，不像 PICO 的那样需要外接才可以使用。右侧的话是复位孔，那么顶部的话是 WiFi 的信号灯。那么这次 Deeper Connect Air 的话，只有一个 Type C 的一个供电接口。那么官方还配备了一个 Type C 转 Type A 的一个接口。整个设备的话，大概重量呢就是33克，那么加上转接头的话，也就是35克。那么装在兜里边的话，也就是说走就走，非常简单。本次 Deeper Connect Air 比上一代 PICO 的硬件呢和内存都有一些提升。那么 CPU 的话已经提升到了4核，那么内存的话已经从521兆提升到1个G。那比较遗憾的是，相比于 PICO 而言，Air 的话是追求性能的一个极简，舍去有线连接的一个方式，那么是必须要连接到我们的 WiFi 才可以正常使用的。我们可以把它插到我们的电脑上，当做无线网卡来使用。那么你也可以把它插在5伏2安的电源上，作为中继模式来进行使用。首先呢，我们把 Deeper Connect Air 插上电源或者充电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正面的这个灯是闪烁的，那么顶部的这个 WiFi 灯呢也是在闪烁的一个状态。等它们稳定之后，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手机或者电脑 WiFi，然后呢找到我们 Deeper 开头的这个 WiFi 链接，然后我们点击链接，它的默认密码是 I love Deeper，跟之前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浏览器，输入343434，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他们的一个后台。进入后台之后呢，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都是 ADMIN。进入设置后台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中继模式，在这个无线的 WAN 的这里需要扫描，找到我们上级的一个 WiFi 名，然后输入我们的密码，等待连接。连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会跳转到这个界面，然后这个时候机器正面的灯就会从红色变为蓝色。变成蓝色之后呢，就说明它已经连接成功了。顶部 WiFi 的灯呢也会由闪烁变为常亮。那这个时候呢，就说明我们 WiFi 已经连接成功了。我们在连接第一种模式的时候是它的一个中继模式，还有一种就是它的无线模式。那通常呢，我们可以把它用在我们田式机或者说随身的笔记本上。我们需要用我们自己的笔记本自带的 WiFi 网卡，把我们的 Deeper Connect 插在我们 USB 口上，不管是 A 口或者 C 口都是可以用的。那么我们稍微等待一会，电脑会自动识别出来一个网卡。连接完成之后呢，我们同样需要填写我们上一级的一个 WiFi 用户名和密码。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后台。那么在 Deeper 里边，他们拥有超过5000家的一个用户，共享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真实 IP。那么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全路由节点以及我们的智能节点，可以通过 Deeper Connect Air 从世界各地访问受限制的应用程序。那这样一来的话，你可以享受更加丰富的一个全球互联网的资源。那么在我们设置里边，也可以看到它拥有各个国家的一些 App 的一个定制，我们可以随便修改我们的一个地址。那么也可以体验我们土耳其区奈飞的一个价格，它是拥有非常高的一个折扣的。那么由于 Deeper Connect 它是拥有一个全球的一个世界节点，拥有世界上140多个国家的一个全球节点。那么使用它的话，我们就可以轻松的访问我们任何一个想要访问的一个国家，并且这款设备的话，它是终身免费使用的。我们使用这款设备的话，可以终身访问我们任何想要访问的一些国家，不需要再次续费使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Deeper Connect 的一个后台系统。那么在左侧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一些功能，包括我们的一个访问控制、DPN 的一个设置、模式的一个设置、隧道的一个设置，以及我们智能路由的一个设置，以及我们应用重定向的一个设置。
包括我们广告拦截以及我们的一个加载控制，还可以进行一些配置以及我们的一个挖矿系统，可以质押进行一个挖矿。那么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使用这些功能。首先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首页，在这里的话可以看到你连接的一个节点。那么当前我使用的是一个全路由的一个模式，我可以选择它的地区为日本，也可以选择我们的智能模式，是一个访问控制。那么在下边也会显示我们的一个地址，以及我们的设备名称、IP 地址，以及我们的一个 DPN 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 DPN 的一个模式，它可以选择智能路由模式以及全路由模式。那么我们这里可以选择智能路由模式。智由路由模式的话，它可以按照我们访问的一些网站，然后给予我们最快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访问速度，它可以自动匹配。那么如果说你选择全路由的话，就可以规定我们指定的一个国家地区进行一个添加确认。那么在这里的话，可以选择更多的一些隧道，这些隧道的话都是我们可以手动自己添加的。我们想要哪个国家的一个隧道，就可以进行一个添加。你想要使用哪个国家的节点，都可以进行一个使用。我们这里可以再次选择日本。那么当我们选择完之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点击刷新。当我们刷新完之后，关闭我们的浏览器，再重新打开。那么在这里的一些改动我们就已经保存成功了。需要注意的是，大家在修改任何的一个功能之后，大家需要在这里点击刷新，并且关闭我们的浏览器，再次打开之后，它就会实现保存我们的一些设置了。那么在左侧第二栏有一个 DPN 的一个功能，我们把它打开。在这里的话有一个模式，我们点击模式，然后我们可以选择 DPN 的一些个模式，这里分为两种模式，智能路由以及我们的全路由。我们选择智能路由，这里隧道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一个添加，比如说我们想使用别的一些国家，我们都可以选定。那么在这里的话是有两种模式的，一种是智能路由模式，另一种是全路由模式。在下面有一些介绍，根据奥特曼 OS 的一个内建系统，那么目前造访网站的话，可以自动分配我们智慧的一个节点。那么在 DPN 的一个智能模式下，它不仅可以不用像我们传统 APN 那样不断的切换国家，然后来更换节点，它还可以为我们的一个用户提供更快的一个网络的一个体验。那么在 Deeper Connect 的一个内建节点，它们里边用一些知名的一个网站，还有一些服务的一些路由规则，我们可以自定义我们的一个智能路由的一个规则，可以在我们的应用重定线以及我们的一个 DPN 的一个路由表里边进行设定。我们访问奈飞的话，就可以单独的用一个 IP，然后来对接我们奈飞的一个网点，可以不用再更改我们的一个 VPN 切换。如果说你想要使用 Spotify 的一个音乐会员，我们也可以单独拉一条线路，然后对接我们的一个 Spotify 的一个会员，并且这些节点的话都是我们家庭的一个共享 IP 节点，非常的干净纯净。那么在这里的话，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全路由模式。全路由模式的话，大家可以自定义我们的一个指定的一个 IP 节点，使用这个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应用保存，然后就可以切换到我们的一个指定的一个节点了。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个应用全部都访问这一条网络，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奈飞以及我们的 Spotify 这些 app 都会访问同一个国家 IP 节点，并且它是一个高速的一个节点。那么在这里的隧道的话，是我们可以自定义的进行一个添加。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如何添加这些隧道。那么在 DPN 的第二栏有一个隧道，我们点击隧道，在这里的话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就是我们世界的一个地球版图，那么分为北美洲、亚洲以及我们的非洲、欧洲，还有大西洋，这些都是非常稀有的一些国家。你在你的一个 IP 里边，如果说你是用传统的一个 VPN 的话，它恐怕没有这些国家，但是在这里的话，你就可以进行一个添加。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就选择一个东南亚的一个节点，这里我们选择马来西亚，这里点击添加，现在显示是隧道数量已达上限。那么在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添加了非常多的一些隧道，包括阿根廷、巴西、中非、爱沙尼亚、埃及、英国、中国香港、印度、日本、韩国、尼日利亚、菲律宾、新加坡、土耳其以及中国台湾以及越南这些 IP 节点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这里的话，我们随便删掉一个进行一个添加，我们选择东南亚国家，然后这里的话可以添加我们的一个国家地区，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菲律宾，或者说新加坡都是可以的。那么这里的话我们选择新加坡，点击添加。好，这样的话我们隧道就进行一个添加了，我们找到我们的一个东南亚国家，就是我们刚才添加的新加坡国家。
好，在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话我已经添加了东南亚的一个国家新加坡，然后这边地址刚才是0，那么它是进行一个刷新，已经重新显示了我们的一个 IP 数。那么在这里添加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新加坡节点进行一个访问。像上面这些节点的话，都是我手动进行一个添加的，它可以支持阿根廷、巴西、爱沙尼亚、埃及、英国、中国香港、印度、日本、韩国、尼日利亚、菲律宾、新加坡、土耳其、中国香港以及我们的越南，包括我们等等等等的一些国家，美国西部、美国中西部、东南部、东北部，还有这些，还有一些非常稀缺的一些节点 IP，我们都可以在区域里边进行一个寻找。那么在这里的话，也有一些北欧的一些国家、东欧的一些国家，以及印度尼西亚、大西洋这些特别稀少的一些 IP 节点。我们选择北欧，这里的话也可以选择冰岛，然后我们可以点击添加。那么在下边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添加的一个冰岛的一个国家了。好，现在的话就是冰岛的一个 IP 节点。那么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刷新，刷新完成之后，这里的话就会显示我们的一个 IP。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已经添加了我们冰岛的一个国家。那么添加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模式里边，在这里选择全路由，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个国家了。刚才我们添加的是一个冰岛，那么我们现在选择冰岛，这里点击应用之后，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一个控制面板，然后在这里点击刷新，或者说将这里也选为我们的一个冰岛，并且点击刷新，再次关闭我们的一个浏览器，重新打开之后，我们的节点就变为了冰岛，非常的简单。那么如果说你还需要其他国家，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添加，包括墨西哥这些国家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设备 Deeper Connect 它是拥有全球140多个国家的一个节点，大家都可以使用进行一个添加的。你想使用哪个节点都可以进行一个添加，非常的方便，并且这里的一个 IP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一个节点，它是一个原生的一个家庭共享 IP。那么这里的话有非常多的一些国家，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定义的进行一个添加。好，这里我们讲完了隧道如何设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智能路由表。点击智能路由表，在这里有一个自定义功能以及我们的一个变数名称，我们点击它。好，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添加我们的一个域名，然后可以选择我们指定的一个隧道进行一个访问。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我们 Telegram，然后可以选择我们指定的一个地区。如果说我们选择了日本，然后进行一个添加，这样的话，我们在访问 Telegram 这个域名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登录 Telegram 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代理地址就会变为日本。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直接直达路由的一个清单，然后在这里可以输入我们的域名，选择不走通道。不走通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访问我们的一个网络，不使用任何的一个 IP，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访问。那么当你需要访问不同的一个 app 或者说网址的时候，大家可以使用这些功能，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一次性的设置，在你后续的访问的时候就不用来回变换我们的一个 VPN 设置了。那么在这里的话，还有一些自定义 IP，我们可以输入我们的一个 IP，同样可以设置我们的一些隧道，以及我们直达 IP 的一个清单。那么这里的话还拥有一些查询，我们可以输入我们更改完之后的一个 IP 网址进行查询，就可以知道我们有没有更改成功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款设备最优秀的一个地方，那么就是它的一个应用重定位。我们点击应用重定位，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一些功能，包括我们的一些影片功能、音乐功能，以及我们的即时通讯。它可以支持我们的一个微信，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网络上使用微信的话，可以自定义的设置我们的一个隧道，可以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选择不走通道。那么这里的话，我们使用 WhatsApp 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设定。在下边的话有非常多一些隧道，这些隧道的话就是刚才我们在里边进行添加的一些隧道，可以直接设定为我们的一个隧道。设定完成之后，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一个访问控制里边进行刷新，并且重新打开，就可以访问这个 WhatsApp。它的地理 IP 的话也会变为日本。那么这里也拥有 LAN 的一个 IP 设置，以及我们的 Telegram，还有我们的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聊天功能。那么在第2页的话，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设置，比如我们的一个脸书登录的一个地区，大家都可以自定义进行一个设置。这个的话就是智能的一个重定向的一个功能。那么也可以制定我们的一个航班，可以选择我们不同的一个地区。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任何区域，然后来购买这些航班，并且得到他们的一些优惠。
那么在这里最优秀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订阅功能。比如说我们如果要使用 Spotify 以及我们的 YouTuber， 我们可以选择直接走到我们的一个隧道，选择土耳其，这样我们选择订阅的时候就可以获得非常高的一些折扣。那么也可以选择我们其他国家，比如说菲律宾这些节点都是可以的。这些隧道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隧道里边可以自定义的进行一些设置，添加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应用重定项里边进行一个设置使用了。那么除了这些功能之后，它还有一个广告拦截的功能，我们可以打开这些广告拦截，可以直接拦截到我们的一个广告。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 HTTPS 的一个功能。那么在这里的话，它是可以直接连接 YouTube 以及我们推特、Spotify 的这些广告拦截。开启这个功能之后，我们可以不用访问广告，就可以直接观看我们的影片，非常的简单。那么在这些之后的话，还有一个家庭控制的一个功能。那么除了这些功能之后，下面还有一个挖矿的一个功能。大家使用这个功能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个质押挖矿，可以获得一个挖矿的一个收益。然后在下面的话，也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个 WiFi 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设置。在这里的话，可以设置我们 WiFi 的一个密码，以及我们共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设置的。如果说大家还不明白怎么使用的话，大家可以选择最下边有一个帮助接口，大家可以点击用户手册，在这里的话就可以找到官方提供给我们用户的一个用户手册，我们按照上面进行一个设置，就可以进行一个使用了。那么最优秀的是，它是一个拥有免费的一个版本，大家使用这款设备的话，它可以进行终身的一个免费使用。那么如果说大家需要这款设备的话，现在就可以访问官网进行一个购买。现在他们有一个活动价，可以减少我们25美元的一个支出，并且使用我们专属的一个链接进行购买的话，它也可以获得一些5%或者说10%的一个折扣。这个折扣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需要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购买使用。那么我们可以访问 Deeper Connect 的一个官网，在这里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设备。目前我们今天介绍的一个设备的话，就是我们 Deeper Connect Air 的一个版本，那么它的价格是169美刀，除去现在的一个价格的话，减去25美金，再加上我们的一个10%折扣，差不多就可以在140多美刀或者说130多美刀就可以购买到这样的一个产品，非常的方便。如果说大家需要其他产品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往期的一个视频链接，这里有介绍我们其他版本的一些视频该如何进行一个使用。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Deeper Connect 的一个产品，它是没有办法向中国大陆进行一个发货的。如果说你需要这款产品的话，大家可以先把这个设备寄到我们邻近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台湾或者说香港这些国家，寄到这些国家之后，再通过邮件转运到我们的一个大陆地区进行一个收货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你是在台湾或者说香港这些国家的话，它是拥有非常多的一些国家节点的，包括140多个国家，也可以一键回大陆的一个功能。好，那么今天我们的一个介绍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对这款设备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进行一个购买，大家可以自动获得10%的一个折扣。感谢大家的观看。